Hello， 大家好，这是来到了 7.0 版本我们的小火龙但首先这个是维鲁斯酒后哥但他也在那里玩小火龙，毕竟刚出来呢，郑师傅酒后哥还得看看谁玩的更厉害，对吧？后面再确定他是不是酒后哥吧。但这里面小火龙走中路的他的维鲁斯也喜欢走中路，但赛季末嘛，胜就是赢还是输就没办法了。但我们可以看一下小火龙的一个推荐出装那些什么的，因为小火龙的话，真正伤害是靠 Q 技能，所以就看到里面的话。他是选择做这种叫什么暴击破甲流吧，应该是。然后小火龙的话，其实并不怎么吃羊刀的，它更多的是靠 Q 去输出。那用 Q 输出的话，也可以。前期更弱势一些，就出个魔宗去叠出魔切以后去打输出。这里的话，2级 Q W 先不学。这里的话用 Q 去打对方，盲僧在的，但这个盲僧，为什么他现在的塔伤害确实很变态，差一点就出事了，两个人。第二件的话，三项的话有调整，就它有一个咒刃这个装备属性的话，不能跟巫妖之握，然后冰泉，然后那个什么叫什么三项，还有神圣分离者去那个，就出了以后，它只能有一个效果。破甲弓就没什么了。像火炮的话，改了名字。改完名字以后，强力闪电，对吧？那估计肯定后续有一件装备会跟它重叠的，就有可能女妖是吧？也有个强力闪电跟它装备同名，然后呢就不给它效果重叠，也有这种可能但我们后期再看吧，现在没有这个名字，倒不重复。这里的话直接回家。这里面我录了2局，虽然说2局都输了，但都是 SVP 起码对线上面它是没有问题的。总体来说都是队友的问题比较大。反正他2把都有不同的出装，然后这边的话是两套出装的一些玩法呀，还有一些细节那些都不同，所以你们到时候可以仔细去看一下。这个地图的话，就是有种更暗的给我种感觉就是给你一种感觉，就是到处都是敌人那种。小火龙的话是在20层的时候就变成这种小范围，然后到了50层范围会再更大一些，到了85层就有那种后面的弹射效果，到了120层150层还是多少层来？是150层吗？那就是120层，搞错了，不是50层，是85层。这里大招收一个点，熟练度并不是很高
不然的话可以第一时间把那个伤害灌到那个金刚影身上的。这里闪现过来啊，好，两个人分别扛了一下伤害。这个盲僧的话还是死了，龙王又过来交闪现，直接喷死，玩的都是极限是吧？这永恩的话还吃大招，其实不要给他吃大招，杀心太重。目前来说，小火龙的话就这2套的一个出装方式。一个是暴击流，一个是就是这种魔中三项的一个破甲流吧。小火龙这英雄的话，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大后期英雄。如果你能更快叠，是吧？中期能起来，那就很爽。所以的话，利用 Q 赶紧去叠啊！但可以看得出来，这位酒后哥叠的还是有点慢。这里打一套是有85层往上，对。85层是有了那个弹射，然后到了120层的话，那个范围会变得更大，是吧？好像是，我也没玩。之前是怎样来着？我记不太住，有时候确实记不太住啊。反正20层就有个小范围的。看看120层是这样的，反正我是120层、150层就有斩杀效果，这是确定的。这里E技能是可以穿墙的，所以不怕。完了，出事，太远了那个距离。这里的话不应该学 W 的。学 E 会更好一些。W 整体来说并不是很，就负 W 并不是很好。像其实可以做兵刃，或者说做这个重伤也可以。但队友做了重伤，其实做兵刃的话可以更好留人去破克对方。就看你的一个临场选择。而且这个大招的距离还是很远的啊，这样子放大招有点浪费了。一技能拉不开，后续的话被黏住。金刚眼就是上单，现在经济都是特别高的，所以尽量射手在中期，就你没3件套前不要去惹对面上单，除非说你有输出很好的输出位置，不然的话就不要去惹，因为他一旦上脸的话，突脸的话，你是扛不住那个伤害的。
永恩这么伤，我天！对面没逮住这永恩也是可以的，还是怕后面有人是吧？突然这么伤。这里的话跌到了150层，有斩杀线了。不是我，他是没有再大了嘛？那就是没有按那个，没有按照那个来，还是有改动的，没有按照体验服的来。之前是体验服，这大招还是有点远的。这血量的话，必须得走。帮是直接送人头。对面死2个，其实可以直接去拿小龙，但这里面队友跑去上路不知道干什么，赶紧推这个塔了。对面拿到小龙了，这里刮到的话，血量不是满血，对方不过剑魔没有大招，这还好，可以上一下嘴脸。小火龙的话，就只要保证自己输出安全，然后疯狂给 Q 技能就结束了。他强就强在那个团战的 AOE 伤害很猛。是不是我看错了？我记得之前那个小火龙的那个就是他就是被动到了一定程度，那个 Q 的那个 AOE 范围是蛮大，不是靠后，就是那个圈的那个 AOE 伤害还蛮大的呀。那这里的话被逮住了，应该往这个方向走，还是玩维鲁斯的那个，就是熟练度还没上来，玩维鲁斯玩太多了。它中间还是有一点，就是对维这个小火龙的那个整体的熟练度还是太差。先做青龙刀哦。我们看一下他做青龙刀后的那个效果怎么样？必须得小心一下，对方做切入，金刚影过来了，赶紧走。剑魔没有大招的，尽量要逼对方打这个龙。完了，这个龙的话，可能必须得先打人了。这个时候，对方剑魔过来，哦是金刚影，搞错了，一个 Q 闪杀掉，那剑魔有大招，走不掉了 ，GG。剑魔还是强啊，这么打野。盲僧的话被发现了，走是走不了了，这条龙的话是没了。好了，
从这里开始就被翻了。还是得先做那个破甲哈，而且其实没必要，队友已经有重伤了，没必要自己做重伤。这个打野的话，一条小龙也是没有拿的，所以比较变态啊，这队友。好了，对面应该要拿龙魂了，这局。对面有个火龙魂，伤害很高，打不了了。正面团已经炸了，而且这局是没有肉的。没有肉的话，说实话，在这个版本，就其实上个版本已经出现了，没有肉，那个输的那个概率真的大很多，就是赢面并不是很大。对方突上来就给一套，一个 Q， 大招，啊，这个烫死了，有闪现想跟，最后还是放弃了。小龙还没打掉，还好。370多层，看不太清楚。390多层，准备400层，伤害是很顶的。而且叠那个应该是砍了一刀，上线那个什么，在我印象里面是那个范围没那么大，现在之前是更大一些的范围。像这局阵容没有前排，其实不好打，没有输出空间去打伤害。其实我倒觉得他第一件火炮做出来的那个会更好一些。他现在换金身又换那个的话，有点拖节奏了。在飞的过程中呢，你不要去放技能，放技能的话会被打断。必须得小心青钢眼啊！直接框的话，小火龙是有可能会被集火瞬秒。这里的话给了个视野，剑魔直接进场，很痛哦。这个位置走不掉了。其实我倒觉得他这局这后面有火炮的话，伤害会更高一些。好的，这局直接被翻了，就是自己卡了自己的装备，你知道吧？他买了那个进化以后，又换那个金身，因为火炮的效果是能吃到那个小火龙的 Q， 就 Q 技能是能吃到火炮的那个效果的。好，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后面还有一局，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